大家好，我是 Kate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OpenAI 呢，凌晨的时候发布了 O1 系列模型。这个视频呢，我会讲一些O1 模型的提示技巧，还有我会针对 O1 模型做一些代码方面的实际演示。让我们先来到 OpenAI 的 Platform 这个平台的话是开发者的平台，左侧呢有个 Reasoning。右侧的话就是它对应的一个内容，然后呢，我根据这个内容呢做了一个页面。首先呢 ，O1 这个模型呢现在属于 Beta 版本，它 API 的话仅供于开发者使用。我们再回顾一下 ，O1 的话，它是现在 OpenAI 最强大的一个推理模型。Preview 的话，它适用于广泛的世界知识推理复杂问题。Mini 的话比较经济实惠，然后它是特别擅长编码、数学和科学任务。上午的视频里的话，我已经介绍过了。Mini 的话，在 OpenAI 发布的博客里面显示呢，它的编程能力是要强于 Preview 的，而且它速度更快，价格更实惠。那 O1 系列模型的主要特点呢，就是首先从这个之前很久以前就在传它的一个推理能力，然后呢，它也是 128K 的。Beta 版本是有一些限制的，它仅支持文本，不支持图像，然后也不支持系统消息，也不支持流式传输，也不支持工具和函数调用，然后有些参数是固定的。这里呢，就是我会重点讲一下这个提示词技巧。首先呢，就是我前2天还出过一个视频，讲怎么让 AI 写 AI 提示词。当时我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用 COT 思维链来写。那针对 O1 的话，我们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。比如说OpenAI 呢，这里就建议，首先呢，我们要保持提示词简单直接。因为这个模型呢，擅长理解和回应简短清晰的指令，不需要冗长的指导。第二呢，避免使用思维链提示，因为这些模型内部已经进行了推理，因此提示他们逐步思考或者让他解释你的推理过程是没有必要的。第三呢，使用分隔符明确区分输入的不同部分。例如使用3重引号、XML 标签，或者是章节、标题等分隔号，清楚地标示输入的不同部分，帮助模型正确解释各个部分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在检索、增强生成中限制额外的上下文。在提供额外上下文或文档时，仅包含最相关的信息，以防止模型呢过度复杂化的回应。最后呢一个就是为推理和输出至少保留25000个令牌的空间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token 管理。token 的话Preview 最大的输出是 32K， Mini 最大的输出是 65K。它中间呢会有一个推理的 token， 推理的 token 虽然不可见，但是呢仍然占用上下文窗口，而且它会以输出的一个 token 来计算价格，所以这个还是挺贵的。咱们再来看一个典型的OpenAI 给出来的提示词怎么写的一个例子。这个呢是视频里的一个画面，所以大家可以参考这样的一个格式来写。整体来说的话，这个不是句子不是特别长，然后写明白你的需求。中间用到了一个横杠。回到前2天呢，我在讲思维链的视频里面就用了一个例子，然后这个例子的话，当时放在让 Cursor 里的 Cloud 写出来呢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，然后它的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它的图片呢在右侧，图像处理选项，
裁剪呐、上边界、下边界呀，还有旋转，还有滤镜，这些就整体就结束了。它在第一次处理的时候呢，中间出现了一个 bug， 后来我又让 Cursor 里的 Cloud 修改了一下，第二次就运行成功了。同样的一个提示词放在OE Mini 里面，让它生成代码，最终呢生成了这样一个页面。这里呢是我刚刚已经上传好的一张图片，它呢把上传图片的位置放在了左侧，然后下面呢是一个图像处理选项。处理选项呢包括裁剪旋转各个滤镜，而且它的滤镜的话是要比 Cloud 的那个滤镜要做的多一点的。最好的就是它是一次性就给我完成了这样一个程序。我个人觉得它比较智能，比如说它这里写由谁使用Streamlit 和这个构件也都给你列出来，还有这样的一个裁剪的提示。这样的话就是很温馨，整个流程的话非常顺畅，令我觉得 OE 的模型，这里我用的是 Mini， 它还是非常智能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再做另一个例子。之前呢，我又让Cloud 来做一个动画，10个电风扇对着太阳吹的一个动画，然后当时是30秒内2次提示。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。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，同样的提示词放在 OE Mini 里面，它会生成什么样子的一个内容。OE Mini 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。他说把下面的代码复制到编辑器里面，看一下，对，它已经写完了。让它运行一下，这个感觉也是这个太阳很可爱，而且它是一次性就做出来的。我数一数这个电风扇，10台，数量是正确的。我之前刚刚给大家看的那个Cloud 做出来的电风扇呢，一开始它还不是10个，我是让它修改了一下，变成10个的。我这个我对它很满意，因为它这个太阳做的真的超级可爱。回过头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画它用到了哪些步骤。它这里还比较简单，他说他只做了一个总结，然后有一个代码说明，还有运行效果、调整和拓展。它这个还挺好的，就是他会建议你后续可以做什么调整呢？这挺不错的。那我们接着他的这个建议加一些细节。那我这边我想加这个后面2项，然后再发给他。哇 ，mini 这个速度真的好快，感觉这个挺快的。有电风扇，像把那个水吹出来的感觉。然后太阳也在这里动，还眨眼睛，感觉很不错，挺好玩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再做另外一个测试，我就是让它帮我生成一个 landing page。哇，这速度太快了吧！这速度和4O感觉很像，或者我感觉比4O速度还快一点，而且它输出很多，眨眼的功夫出来了。它先给我一个简单的一个 Flask 的一个项目结构，咱们详细来看一下 OpenAI 做了哪些思考。它这里写的很简单。他就说帮我做一个现代风格、引人入胜的内容，但下面内容的话还是挺丰富的。项目结构给了，环境怎么设置也给了，模板、样式、运行。那我现在，因为我们现在有了 Cursor。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全部复制给 Cursor，
让 Cursor 来帮我们去处理。因为要自己做的话就比较麻烦一点。然后我们按 Command I， 然后跟他说，请根据这篇文档帮我生成对应的应用。我们现在就在等待一下。这边有点冲突，就是我刚刚 Streamlit 的应用的话，也是 app 点 py。好，我们都 accept 一下，accept 一下之后，运行这个 Python 程序。我看一下，哎，这个 Python 这 Python 还是我之前的那个 Python 程序，得把它删掉。我让它重新生成一下。这里呢，主要是因为我之前已经有个 app 点 py 文件了，导致它有点冲突。它已经好了，来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点这个运行一下。运行之后呢，我们打开链接。这样。页面整体还是非常简陋的一个页面。我之前用 Replit 的话，做出来页面会好看很多。那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。现在的页面太难看了，请帮我做的时尚、商务一点，谢谢。速度还是很快。输出内容感觉好多。好，我先把这个都删掉，咱们再试一下。如果说，OE 实测下来的代码编写能力比 Cloud 3.5 Solid 强的话，那我觉得就是可以这样，就用它的输出，然后再结合 Cursor 里面这样的进行一个修改，还是挺不错的。那我们再来运行一下。这是现在的一个页面，感觉是有点问题。这里呢，我们把刚刚出现的这个图片复制进去，然后再问他一下问题。输出的内容显示就是一个黑色的一个长条，请帮我修改整个程序。这里是 Cloud 来帮我修改。大家有人可能会问，为什么不从这里 Composer 里面进行修改？因为 Composer 的话，最近升级之后有点问题，图片的话粘贴不进去，所以换成了这里用对话的一个方式来和它应用。总体来说的话，就是我对OE Mini 生成的这个 Flask 的应用不是很满意，界面的话很一般，比那个Replit Agent 生成的效果要差很多。
而且很重要一点就是 Rapid 的 Agent， 它可以直接有数据库然后呢还可以直接部署出去，非常方便的。咱们再来重新运行一下，看一看。这里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。先这个问题的话，先暂且搁置。现在呢，我们再来测试一下OE Mini 做 Manium 动画的效果。这里呢，我提前准备了一个提示词。这里的要点呢，就是根据OE 的一个博文来我提取了一个要点。来看一下，速度非常的快。我们看一下它这里它这里的话，思考给的过程给的一个结果比较少。那我们把这个直接复制一下，它生成速度还是挺快的。这边的话出了一个问题，我们让它解决一下。这里的话，我为什么要提示它给到完整代码？因为我发现之前的测试里，OE 的话 ，Mini 它还是会偷懒，它还是会有可能它只给到部分结果，所以这里要再强调一下。咱们直接把这个重新复制粘贴一下。Manium 的话，做中文的幻灯片会出现对字符标点符号很多方面的一个bug 问题。做英文的话，幻灯片会好一些。咱们接着来看一下它的效果。视频越长，它渲染的时间就是越长。我这里呢，只是让它渲染成1080p 60帧的，它还可以渲染成4K 60帧的。一般预览的话，我们让它渲染成30p 15帧就可以了。那样的话，可以节约一下它渲染的一个时间。我挺好奇它最后生成的效果是怎么样的，因为它今天这个渲染时间已经很长了。我们在 Media 里面找到 Video， 然后点一下，46秒，看一下。哇，这个字是白的，看不清呀。然后也会出现重叠。这个重叠的太过分了。这个效果就很一般了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它 Cloud 里面生成会是什么样子。我们先一下这篇文档，然后我们点击渲染一下。现在结果出来了，但它这个生成的效果是要比 OE Mini 的效果要好的。然后这是一次提示的效果。因为我们刚刚看 OE Mini 的话，它的那些内容都重叠在一起了。那 Cloud 生成的话，它的问题主要就是太偏向于左边了。它最后那句话还挺好的。那我再让它修改一下，选中我们需要修改的一个文档。
它这里默认回复中文呢，是因为我之前设置了通用的规则里面，就是让它默认用中文回复的。你看，它现在增加了一个灰色、深色，这里是出现了一个 bug。我们再来让它修复一下这个 frame，这个 bug 好像就一直都在存在这种大模型里面。所以大模型的信息，它要是更新比较及时会比较好一点。安装了 Manium 的插件之后呢，你看，Composer 里面修改之后，它就立即这边自动运行了。它的结果已经出来了，但是还是有这个问题。但我们可以看到内容。但怎么说呢？这个，还是没有做的还一般，不是特别的那么好。但要比 O1 mini 要好很多。以上呢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。这里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O1 的一个提示词需要注意了。不要用思维链的一个方式去提示它。第二呢就是我这边也介绍了它用O1 mini 来做 Streamlit 的应用，做的不错。用P5JS 做动画，做的也不错。然后我让他做 landing page 的话，这里他做的很一般。这里的话，我还是非常推荐Replit Agent。最后呢，我是让他做了一个 Manium 的动画。Manium 动画的话，我个人觉得 Cloud 做的要比 O1 mini 要好。感谢大家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欢迎关注我的知识星球。